最近我又听到一个惊天大新闻，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始自己印钞票了。不是那种地下钱庄偷偷摸摸干的事，而是光明正大、明目张胆的印。这事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但还真就发生在2024年的第一个星期。长春那边一家叫大众卓越控股集团的企业，居然自己设计印刷了一套长春币，美其名曰消费券，拿来给员工发工资。这种操作说实话，我活这么大还真是头一次见。你们猜他们印的这个长春币什么样？那设计水平跟人民币有的一拼啊！从5块到500块的面值都有，票面上印着他们家商场重庆路活力城 mall 的照片，每一张都配了独立的编码，连防伪设计都整上了。啥叫专业？这就叫专业。人家连英文单词 mall 的首字母都给整成大写的，这细节绝了。这事闹得沸沸扬扬，我去查了一下这家企业的背景。好家伙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小公司，是一个涉及房地产、商业、出租车、供暖、金融、酒店等多个产业的大型控股集团。你说这么大一家企业，连工资都发不起了，得自己印票子，这不是典型的经济崩溃前兆吗？最离谱的是，这些长春币的使用还特别讲究。公司专门发了一份员工消费券使用细则，规定这些票子只能在他们自己的商场消费，交他们自己的物业费，买他们自己的房子和车位。这操作不就是变相把员工的血汗钱又圈回自己口袋里吗？有人说这不违法吗？那当然违法。根据人民币管理条例，这种自己印制代币票券的行为明显违法。但你猜监管部门怎么说？人社局回应说，已接到相关投诉，并已转交给劳动监察大队处理。就这种明显违法的行为，监管部门就给了这么一句官样文章。更绝的是，参考此前郑州类似案例的处理方式，大概率就是让企业增加消费券使用门店。这不是变相认可了这种违法行为吗？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不，故事才刚开始。据知情员工爆料，有人想去告公司，结果公司嚣张的回应说，前面还有600多人等着告呢，你去排号去吧。这是人说的话吗？这不是赤裸裸的在挑战法律底线吗？说到这儿，我又想起最近看到的另一个惊人新闻。山东烟台有家医院居然用体检卡来发工资。你没听错，就是那种普通人花个几百块钱买的体检卡。这操作可比长春那家企业的自制货币更绝。这家叫山东省立医院集团鲁东医院的单位，给每个部门发了40-50张，有的部门甚至发了60-70张体检卡。你算算这是什么概念？一张体检卡假设500块，70张就是3.5万。这么多体检卡，员工难道要天天去体检吗？更离谱的是，医院领导还要求全员参与销售这些体检卡。有员工忍不住吐槽，弄点值钱的东西，购物卡啥的抵工资也就忍了，体检卡算什么东西？确实，购物卡再怎么说还能买点日用品，体检卡你让工人怎么用？难不成要去体检市场倒卖？但事情远不止于此。据知情人透露，这家医院的问题可不止发体检卡这么简单，员工的公积金都已经停缴2年了，医保也断了3个多月。更可怕的是，医院采取了一种胁迫手段，不接受体检卡，就连工资都不发。有2口子都在医院上班的，去协商能不能只收1个人的体检卡，领导直接一句话给兑回来了。我又去查了一下这家医院的底细。作为一家3级医院，他的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在透支整个医疗系统的公信力。想想看，一家医院要是连给自己员工发工资都成问题，他还能保证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吗？我统计了一下最近全国各地爆出的类似案例。长春自制消费券发工资，
烟台体检卡抵工资，郑州购物卡代替工资，还限定消费日期、场所、时间、金额和商家。多地房企房子抵工资，某些企业用酒水、食品抵工资。这些案例反映出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：中国经济的困境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 GDP 增速预计仅为 5.2%， 创下了30年来的新低，除疫情年份外。但即便是这个数字，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有水分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这种发不出工资的情况正在向各行各业蔓延。从传统制造业到新兴科技企业，从私营小店到大型国企，从服务业到医疗机构，几乎没有一个行业能独善其身。2024年全国劳动争议案件同比增长超过 40%， 其中拖欠工资问题占比最大。在这种经济寒潮下，一些企业开始另辟蹊径，想出各种奇葩方式来自救。但问题是，这些所谓的自救方式，本质上都是在转嫁风险，把企业经营的压力转移到了普通员工身上。员工的血汗钱就这样被变成了一张张无法自由使用的代金券。那么，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？在中国的各位，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发消费券的受害者？那么，面对这种明显违法的行为，政府部门是怎么处理的呢？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基本上就是放任自流。我们来看看各地政府的表现。长春人社局就给了句已转交劳动监察大队处理就没了下文。烟台医院事件，相关部门集体沉默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郑州商务局居然说要督促企业增加购物卡使用门店数量，这种监管态度简直让人哭笑不得。违法行为摆在眼前，不去惩处，反而帮助想办法让违法行为更便民，这不是变相鼓励其他企业效仿吗？企业发放代币券这种行为，本质上就是变相克扣工资。拿长春那家公司来说，员工反映3个月只发了1000多元现金，却给了1万多的代金券。这意味着 70% 以上的工资被变成了限制使用的代币。这些代币券不能给孩子交学费，不能缴纳水电费，不能还房贷，甚至连超市都用不了，加油站更是想都别想。而当员工威胁要去告他们的时候，企业的嚣张态度令人震惊，前面还有600多人排队等着告呢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种违法行为已经持续很久，受害者数量惊人，但投诉无门，维权无望。来看看2024年的一些触目惊心的数据。劳动争议案件同比增长超过 40%， 拖欠工资问题占总量的 35%。全国有超过460万家企业注销，比2022年增长近 30%， 仅有不到 20% 的劳动争议能得到及时解决。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出3个深层次问题。第一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远超预期。企业之所以铤而走险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真的撑不下去了。但这种用违法手段自救的做法，终究是饮鸩止渴。第二，政府监管彻底失灵。本该制止的违法行为不仅得不到处理，反而在监管部门的纵容下变本加厉。这种监管态度，某种程度上是在开历史倒车。第三，维权渠道形同虚设，投诉无人理，起诉拖着拖，法律规定成了摆设，劳动者权益无法得到基本保障。这种发代金券代替工资的做法，本质上是在透支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。如果任由这种现象蔓延，只会让更多企业有样学样，最终可能演变成一个个企业自治的经济特区，每家都发行自己的货币。更要命的是，这种行为把员工牢牢绑在了企业的经济链上。你的工资只能在企业指定的地方消费，
这不就是变相的农奴制吗？要么接受这种盘剥，要么就得失业在家，这种选择题也太残酷了。最后奉劝那些想学样的企业，违法的事情做得再花哨也是违法。对政府部门，我也想说，别等问题真的失控了再后悔。毕竟，一个连最基本的劳动报酬都无法保障的市场，还谈什么经济发展？